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下面，继续讲这个佛子行37颂。这里面讲前行和真行啊。这个前行呢分7个方面来描述，那么其中就是人生难得和抛弃故乡啊，就这2个教言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是讲第3个，也就是叫这个功德源泉的这个抑制寂静的地方啊，就是抑制这个寂静的地方。其实这次我们讲这个佛子行呢，也不是特别广，就是稍微这个广一点。因为我也看见，就是有一些大德啊，就是宣讲佛子行的，也有一些居士呢，就是自己这个学习，但是大家都就理解的比较简单。就是里面的有一些深深的内容呢，都没有特别的去探究。我希望呢，就每一个道友啊，就一方面就是一定要背诵啊，就背诵。还有呢，就是最近这个讲义发下来了没有？还没有吧？那个这个讲义呢，一定要这个看一下。就是每天的字我们讲的也不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因为这个讲义呢。是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这个迁移是冈萨曲哲仁波切，就是他制造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这个讲义上面，给我们就是传过。那个时候呢，就是人比较少啊，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拉荣山沟里面呢，就是也是非常的这个亲近。就是上师说是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噶登派的教言，就是如菩萨行论当这个印度大德们的这个教言。所以呢，当时我们都就是感觉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寂静里面，一直就是这么好的上师，而且学那么好的法，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自己觉得是就是得到这么好的这个人生，就是在那时候的这种感觉呢，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这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所以我想呢，我也是几年前呢，就虽然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校订完，就是各种这个事情这个比较散乱吧，但是呢，就是基本上内容呢，就是都已经这个翻译出来了啊，就这样之后呢，这些法本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希望你们呢，就不要这个看着现在社会上的其他的一些书籍那样，其他的实践当中的一些您自相续，就是谭正池所撰的书本呢，没有就是多大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在新华书店里面卖的很贵的，就是几百块钱、几十块钱，但是呢，真正的这些噶当派的这个教言和诸大德们的这些善说呢，就是我们像如意宝那样来这个对待啊，就是这一点，我相信你们也很多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应该会清楚的，不用在这里阐述。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在座的这个各位呢，就是每天都应该这个就是所讲的内容就是对照这个讲义来，就是修行，就是我不可能所有的教证呢应用在这里，这也没有必要。已经翻译完了以后呢，你们也可以自己这个学。那么以后那个其他的一些城市里面的道友啊，那这些人的话呢，我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个网上啊，就是通过这个其他方式来，一定要就是得到这些这个讲义，然后呢就是自己在这个勤学。现在很多人呢，光是听一听，就是自己呢不下功夫，那这样的话，所谓的这个闻思修行。那就是并没有这个入世的实践啊，就这样以后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任何一部法呢，就是应该有一种精进的态度啊，应该呢就是通过几种方式来，就是把这个经论的内容，就是在自相续当中陈述啊一方面就是你要就是听光盘或者是这个听那个上师的这个教言，另一方面呢就是自己接下来过后就是背诵和这个思维，还有同时呢就是参考这个其他大德的一些讲述和一些这个讲义，通过几方面的通过这
这几个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缘聚合以后呢，在你的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增长。否则的话呢，我们凡夫人呢，就是无始以来，尤其是从小到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散乱的这状态当中一直这个度过。所以现在一下子依靠这个佛法来转变的话呢，就像是石头上那个关税一样的，就是不会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去的。因此呢，大家在这个学习的方式方法呢，就是千万不能这个混乱啊。我看到这个外面的一些道友们现在虽然呢就是学有个别的论点，但是方法上呢就绝对的是是一片这个空白啊，就自己认为说自己啊，我在现在这个学习什么什么法就很舒适呢，我就详细的问你到底怎么学的，怎么背诵的，怎么思维的，那就恐怕是这个不像这样的。所以呢，大家这个学一不发呢，就是不要这个用在口头上，也不要就是放在这个心想上，应该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把里面就是所有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想方设法，就是与自己的这个相续相适应啊。这个原理，就是原理，什么故乡已经讲完了。下面只是说，就是意志寂静的地方，离恶有，离恶经过或见亲，无善乱故善自证，尽心悦法生定界，居于尽处佛则心。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要这个意志寂静的地方呢？意志寂静呢，就是主要有3个方面的这个功德。第一个功德呢，就是远离这个喧闹的这个城市和恶劣的环境。所以自相续当中的贪心、嗔心、嫉妒当这个84000烦恼啊，就逐渐的会这个减少甚至呢，就是最后就是灭尽啊，就因为你远离了这些环境以后呢，我们就自相续就是比较这个清净起来了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吧，就是你在这个大城市的时候呢，就是想的也多，做的也多，然后很多时候啊，就心呢就是没办法，就是归入这个佛法的。但是你远离了这样的这个恶劣的环境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原来的这些贪嗔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散乱啊，或者说是一些烦恼呢，就是是这个没有了啊，是这个渐渐的就这个消失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因为这些寂静的地方呢，就是没有这个散乱的缘故啊，就是像那个搞农业啊、搞商业啊，以及这个各种这个竞争、争夺等等，就是这些呢都没有了。如果没有这些这个散乱的因的话呢，那么就是自相续当中的这种三法啊，就是大悲菩提心啊、闻思修行啊等等，就是这些这个3个呢，就是日益增长。啊，就这是很多人可能也是感觉得到，你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每天都是混混绰绰，就是什么这个善法都是搞不上的。你一到一个寂静的地方的时候呢，从早到晚，就是自己的心呢，还是这个就是归于一些这个法性方面啊，就是对众生也升起悲罪心，对上师三宝呢，就是升起清净心和信心啊，甚至这个什么就是非常这个就是清净的这种恭敬心等等，就是自己也应该会这个明知的。还有呢，就是因为远离了这样的这个就是不好的这个环境呢，自己的心极为清净。心极为清净的话呢，对佛法这个升起定界，真悟空性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对这个身心因果啊、取舍什么这个三恶啊等等。就是一切这个善法方面的这个定界呢，就是日益这个增长，而恶法方面的这些恶分别念和邪知现见呢，就是逐渐的开始这个就是退失，或者说呢，是这个最后这个消失啊，就是最后这个消失。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真正的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话呢，还是意志寂静的地方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意志寂静呢，就是也有可能几种方式吧。如果是长等这个修行人的话呢，那就是所有的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就是一切呢，就是全部放弃，到一些这个山谷里面，就是终身呢就是剃度出家这个修行啊。但这方面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好
现在的很多人就是不经观察，就是然后一听到这个佛法，或者是遇到一个祸福，那就是马上出家，就是那这种现象呢，是不一定是这个可靠的，不一定是值得这个接受，因为作为一个出家的呢，我觉得是终身大事，一定要反反复复的去这个考虑。我看见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道友就是今天听说是来了一个活佛，就是看这个活佛呢，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人觉得是对他的这个姻缘很好然后呢我马上跟着你可不可以我马上跟你这个出家，就不假是个世俗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处理，就是马上那个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头发剃了，就是或者说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就跟着，但最后呢就是这种做法也不是很这个稳固的就是所以我也经常就是强调，就是有些人呢，我也想出家的话呢，那么你要这个最少也是2、3年、3、4年，就是好好的观察就是你看以后的整个这个人生之路呢，以出家的这种生活，那你一方面能不能这样这个苦行，一方面你对这个亲朋好友的贪念能不能就是断绝，再加上呢你那个就是出家的这个生活也好，闻思修行呢，就是看就是能不能就是真正的这个境界，如果不能的话呢，那你当一个这个比较亲近的这个在家人也是可以的现在有些地方的这个在家人的话呢，真的是我都有时候这样想，就是比一些这个超越一些恶劣的这个出家人就是野蛮的一些这个出家人，现在的极个别的一些出家人的行为都是不如法的，就是这种现象是相当就是多的，就是所以说呢我想那个一直激进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观察就是当然这个如果有了这样的缘分的话呢，那么这个一直激进的功德是确实是非常大的，就是佛陀呢就是在这个约顿经里面呢也展出了很多这个就是一直激进的这个功德，佛陀在这个宝积经里面呢也说了说是这个初学者为师自性寂静跳生，当居寂静处就是佛陀在这个宝积经里面就是说的呢也非常清楚，尤其是我们这个初学者呢，一定要依止一个寂静的地方。以前阿底峡尊者呢也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个没有得到稳固的境界之前呢，就是不能离开寂静的地方。所谓的稳固境界呢，就是获得这个就寂息地就是也就是说就是以地菩萨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外缘不会退转的。在这个之前呢作为修行人一定要依止这个寂静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这个依止寂静的地方的话呢，那么就是就多多少少就是被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呢，或者是一些这个散乱呢，就是使你的这个心呢，就是会转变的。所以作为这个发大乘菩提心的菩萨来讲呢，一定要就是喜欢寂静的地方，而就是远离就是一些这个城市或者说一些就是对这个修行不利的这个环境。佛那清文经吧，就是在这部经典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是故一切诸菩萨恒时当以寂静处，切莫贪念大城市。这个经典里面呢，好像记得在这个大圆满心性修行里面已经应用过吧，就是我当时也说过开玩笑，就是大城市就切莫贪念大城市，就是小城市里面可不可以？因为小城市里面可能散乱的不是特别的严重，大城市里面真的这个散乱特别的可怕。就是以前古人也说了说是这个无舍呢就是宁忍这个盲目，就无淫呢就是宁忍那个耳弄，就是以前那个古人也这样说了。但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无舍有没有也不知道，就是无淫有没有也不知道。但现在真的是到了城市以后呢，眼花缭乱，就是听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尤其是你在这个街上去的时候，你这个马路的两边就是听一听，就是看什么样的这个声音有时候呢，真的是这个耳朵都聋了，就听不到声音了。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戴这个眼镜的，就有很多的近视眼呢？就是原因就是这个外面的污染太多了，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眼根呢，就是逐渐就是受到一些这个损害。所以我想呢，如果自己没有这个
就主动的离开这样的这个散乱的环境的话呢，永远都是对我们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恐怕是这个提不起来，就所以呢，就是最好呢，就是你有就离开一些这个老是就是喧扰的这个城市或者是杂乱的环境，应该就是寂静的安住就是清静的环境。如果这个条件实在是不具足的话呢，那么就是整天呢，就是也不要就是随着这些恶友啊，随着这些外面的就是各种这个声音就是转呐否则的话，我们凡夫人真的是没有这个自主或者说是自我控制的能力。就看见很多凡夫人真的很可怜的，很多人现在那个上网啊，或者是这样，每天都是已经迷迷糊糊的，就是贪恋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幻觉当中就所以这个幻觉呢，就是一直醒不过来，就这一点，我看我们很多这个世间人呢，就是应该很清楚的。以前古人很清静的，这个生活也是这样吃3顿饭就没有很多这种这个听的也不多，看的也不多，就应该说是作为在家人也是生活是过得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平淡，就是应该是这个很亲近的，但现在都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呢，就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远离一些这个杂乱的这个环境。就是你到了这个寂静的地方的时候呢，绝对是你对这个佛法的这个升起信心呢，就是有一种新的空气呢，就是吸入这个体内，就是自己呢有一种重新或者是恢复的这种觉悟或者感觉。就这一点，恐怕很多修行人呢，就有这个感觉吧。我的确实是除了一些这个生病呐，或者说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以外，真的就是做前天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不敢待在这个城市里面。城市里面如果待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呢，那就是逐渐就是今天减少一点功德，明天减少一点功德，然后增上这个散发方面呢，就是几乎都很少。因此呢，大家这个有些就是离开这个寂静地方的话呢，就是恐怕也是一种这个违缘吧。就是昨天有一个道友，就是他也说了，他母亲也说了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向那个到城市里面去过一段时间调节，但调节如果真正能调节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寂静地方就是不能那个什么那个调节，就是然后到这个城市里面能不能就是如果能的话的去三宝加持就是非常好。但有时候我作为个人的话呢，也是待在这个寂静的地方已经这个10几年3、4年了，那这样的人呢，就是最后到这个城市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有一种顾虑，就是但愿就是让他早日这个回到一些寂静的地方，否则的话呢，现在外面的环境太乱了，就不要说是没有这个境界的人，境界很高的一些大成就者就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高僧大德的话呢，逐渐的会那个就是可能被这个染污的。就是昨天那个德巴堪布就是我们呢也就是谈论一些那个现在的一些在汉地的状况，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共同的一种这个看法呢。现在的这个年轻的一些修行人呢，就是最好的是不要到这个城市里面去。他们城市里面去的话呢，不一定是这个弘法的这个目的。如果没有这个弘法利生的目的的话呢，就是恐怕是这个逐渐会不会被染污了，就是很担心的。有些老上师就是有些真正这个老的这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20多年、30多年的一些老修行人呢，就是也许可能好一点，但是呢也不好说，就是很多老修行人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体会和体验的话呢，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就是很难这个转为道用。这样一来呢，大家这个有些年轻的出家人，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出家人的话呢，你们也应该就是经常就是再三的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一直寂静的地方学习佛法呢，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福分，也是一个福报。那么舍弃这种福报的话呢，那自己也要这个再三观察。就是有些年轻人就是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是这个正法，什么是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那么上面一个颂词我就不光说，下面一个颂词呢，就是说这个观想无常而就是看破今世，就主要讲这个道理，就是第4个加行。常伴亲友各分离，亲即智财牛和舌，时可众力深刻点色其尽舍佛子心。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主要讲那个看破今世。看破今世呢，就是我们通过观无常的方式来就是
就是就是了解。那么了解呢，就是第一个要这个知道啊，就是知道我们这个长期接班的这些这个朋友啊、亲朋好友的话呢，就是最终也会离开的。自己所积累的财产呢，最后也会留在这个人间的。然后自己的这个意识呢，就是舍弃自己的身体，然后这个前往后世的。通过这3种原因呢，我们对这个今世的贪念、对今世的牵挂呢，不应该有的，一定要这个看破。只有看破呢，才能放得下；只有放下呢，才能就是获得自在。获得自在之后呢，才能就是真正得到解脱。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很多的禅宗和净土宗的一些这个大德们呢，就是口口声声也是宣扬的一个教言。那么我们这个现在的很多修行人呢，就是不能这个看破这个近视。开启修行门派的第一个教言呢，就是广泛的这个宣说了，就是看破近视的种种这个利益和功德就是功德。那么这里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这样想，看破近视很困难的，我的这个亲友、我的财产我的这个身体等等。其实呢，就你应该就是从道理上这个分析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值得贪念的。你说那个借助的这些父母你的这个亲眷以及这个兄弟姊妹等等，就是关系特别密切的这些亲友呢，虽然是就是长期的就是互相呢就是就依赖，就是互相呢就是这个依靠，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最后就是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那么各自呢就是各奔前程的就是不可能呢就是全部就是合一起就是前往中阴的，没有的。有些呢就是先离开人间，就是抛弃我就是亲朋好友当中很多人呢就是他们的就是已经这个早已离开你，就是被抛弃的。有一些呢就是自己也就是先离开，就是然后把他们呢留在这个人间，就是那这样最终呢我们就是会不会离开所有的这些亲人呢？当然是这是一个必然规律，就是谁也就是无法这个回避的。就是这个长期就是交往的这些亲友呢，就是也会离开的。再加上我们世间人就是觉得是这个财产呢，就是好像这个舍不得，但财产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从小到现在呢，很多人的辛辛苦苦的培训待遇，或者说这个早出晚归而所积累出来的这些这个财产呢，那最终你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其中一丝一毫也是不可能就是带走的，就像是所有当中就是拔一根毛一样的。那么就是你呢，就是离开这些这个财产呢，有些呢你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是财产呢就是离开你的，依靠种种原因呢，就是你就没有这个权利享受这些财产的。有些呢财产留在这个人间，就是你最后呢也是这个离开的，所以你呢就成了一种这个财产的这个奴仆，就是真正呢没有这个享受到，也没有应用到它的这个价值。那这样以后呢就也没有什么值得这个留念的。再加上是你的这个身体身体呢就像是一个这个客店就是一个就是旅馆一样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心识呢就像是一个客人一个客人呢就是住在这个旅店当中，就是待1天2天，然后他自己呢就是离开了就他自己离开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客店呢就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呢就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就辗转不息的来到这个世界，呢依靠这个身体呢暂时停留在这个人道当中，最后的话呢就是我就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呢，那么身体呢就是被这个火葬或者是天葬等等，就是而自己的这个心识呢又开始这个转入这个后意识就后意识。那通过这几种原因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是自己就是精神当中所贪念的身体财产亲友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舍弃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舍弃这些呢，那就不可能真正就是让这个获得就是殊胜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一切这个无常的这种观念呢，就是的确是在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境界当中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你的相续里面就是升起了无常的理念呢，那么就是修行法呢就是很这个容易就是成功的。因此时时刻刻观这个任何一个众生的这些生老死病现在的一些这个什么就是得失成败等等，就是那么我们应该了解，就是这没有什么可靠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三有都是如这个秋天的白云一样的。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三有无常如秋云，有情生死如关系，就是这是我们以前也应用过很多次。
那么就是真的是这个有情的盛世呢，就像我们这个看戏一样的，就是玩戏就是瞬息万变呐，就是变化多端，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啊，就今天是明天是，所以只要是动到这些无常，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虚幻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的话呢，生老死病的各种状况呢，就是恐怕很多人也是不会在意的。但现在世间人呢，就是也不会这样的啊，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真的是就看见世间人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我们的这个修行人也是有不同的一种这个感觉。当然自己修行是很差的，但是呢跟实践人呢，就是长期受到实践这个教育的人相比较起来呢，有些方面呢，还是也有一些这个差别。当时这个米拉日巴就是离开这个上师，就是回来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上师也给他就是叮嘱，就是说是就是你以后呢，就是让我的这个书生的这个法，就是书生的这个法呢，就是不要这个与这个世间法就是混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呢，就是看破尽识的这个书生教言呢，不要与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世间的这个法呢，就是混在一起。也就是说，就修行世俗生的这些法呢，就是跟这个看破尽识呢，还是就是相连的。就如果你看破了这个尽识的话呢，那么这个修行呢，就是一定会是成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看破，那就是真的是还是这个很困难的。因此希望大家作为一个世间人呢，就是对今生当中的一切财产啊，一切这个身体啊，都不贪着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要就是想一想，就是这些道理啊，你每天都是特别单着的这些事情呢，到底有没有这个意义啊？现在世间人很多啊，就是要么是与这个亲朋好友就是特别的这个执着就是每天都是痛苦，或者说是积累财产。尤其是现在这个开放之后的话呢，每个人的这个目标和要求就是特别高啊，就是要买房子、买轿车，还有呢就是人们的这个享受的这个层次啊，就层次的话呢，就是也越来越这个提升。这样之后呢就是实践人呢没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机会和时间就一直呢就盲目的就是往前这个奔波，一直呢就追求但追求最后获得的什么呢？只有劳累、忧愁、沧桑。除此之外呢，有什么样就是自己应该就是会明白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自己有一种这个自主少欲就是经常观无常北京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就修行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就这位知识分子的话呢是现在已经退休了就是以前是在这个国家当中就是非常出名的，也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那么这位科学家呢，是对这个新事物的判断和对新事物的一些这个研究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深，他都已经做了就是10几本书吧，就是关于这个科学方面的一些这个研究，然后呢，但是这个对佛教方面呢，就是也有很虔诚的这种信心。他白天呢，就是现在也是不断的在这个探索，就是他的这个科学知识。然后晚上呢，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修破瓦法。但是他的这个生活是怎么过的呢？他的这个生活，他的整个屋子里面呢，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东西呢，就是除了一个电风扇和那个电话就是电话座机，除了这2个以外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像以前古代的一些这个家具椅子就是除此之外呢，就什么都是没有的。但这个电话的话呢，就是也是他的一些那个就国外的孩子呢，就是经常就是方便就跟他就是问候就看看他那个身体怎么样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什么，就是因为北京比较热，就夏天的时候没有一个电风扇那就不行的。那么真正是他的这个钱财呢，就用在一些这个慈善方面的，然后自己呢就是没有被现在的这个新事物和没有被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各种这个体系呢，就转变，而我们不是这样的。今天就看到一个新产品的时候呢，今天这个东西就是听说是很好的，这是 MP3、MP4、MP5、MP6，就开始就是不断的这个求，最后的话就是不知道就是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尽头，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人呢，就是永无止境的往前这个追就是一直追，这拼命的这样追的话，那就是其实很累的，就是全是这个幻化的，就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到一定的时候呢，自己应该有自觉的这种控制能力。如果有这样的话呢，自己
有一定的这个生活这个条件和这个质量的话呢，也应该有一种自主少有。这个时候呢，就是也不会很困难的，也不会很痛苦的。但是现在的人们不是这样的，疯狂般的往前跑就最后呢也一无所得就是空这个归回，就是非常可怜。下面讲的是第5个，也就是说是远离这个恶友，就是这个前祖为远。交往恶人增善多，释怀文字修事业，宁成无有赤悲者，远离恶友佛子心。那么这一个颂词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平时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远离这个恶友和恶之事就是远离恶友和恶之事，这就是这个佛子心。那么为什么是远离这些恶友呢？也是有这个3个原因吧。就是交往这些恶友的话呢，增长这个三毒，释怀文字修行，那让人呢就是变成这个没有慈悲心了就是就是从大体方面呢，就是讲了这3个。其实无著菩萨就是真的这个佛子心呢，就是讲的非常的这个殊胜就文字上呢就是不多，但是呢所有的这些修行的要诀呢就是归纳在一起。那么他这里也讲了。就我们这个抑制恶友的话呢，那么自相续当中的贪心、嗔心就是越来越这个增上就很多道友也是这样的吧就今天就是遇到一些修行不好的这个人那就是他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我们要不要去看电视去，要不要去那些这个舞厅里面去然后就跟着他跑，就是那么到了这些环境以后呢当然，自相续当中的这种贪心嗔心凡夫人的这种恶心很容易增长的。只要有外面的这个顺缘，就像《俱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相续当中的非你作意呢，就是没有这个断。然后呢，外面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已经这个现前，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已经具足了，就是马上就出现的。所以依靠这些恶友呢，在自相续当中的就是这个贪嗔痴为主的所有的这个烦恼和业障呢，就是很这个容易这个现前的就是容易这个现前的，这是一个。然后第2个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文思修行呢，就是全部都这个坏的。这一点我们经过多年以来就是应该就是文思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很明确的看得出来，有些道友呢本来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后来呢遇到一个恶人就过2天就是他不像文思了，就整天都是跟这个跑。就过了这个几天之后呢，就是他所有的什么背诵考试全部都是没办法考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人跟这个某某道友一起。这个原因就现在外面的一些句式当中呢，也是这个明显的看得出来。有些句式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精进，但是遇到一个恶友就非常散乱的人的话呢，那么过2天就是与这个人关系很好同吃同住，就是就没有过几天的话呢，就被他就是已经这个融化了，就被他已经那个教化了，就最后的话呢，就根本没有这个信心了，不像这个文思修行了，这种状况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乘的根本呢，就是慈悲菩提心的。但是依靠这些恶友的话呢，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慈悲菩提心的话呢，就是逐渐都是会隐没的金主这是金魔在黑。所以一般就是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呢，就是凡夫人来说是不可能这个有的。以前那个中东巴尊者也是被阿底峡尊者问，就是世间当中最可怕的敌人是谁？就是最后中东巴尊者说，最可怕的都是恶友就是作为这个男生出家人的最大的这个违缘是什么？就是他说是这是这个女众就是女众作为对男生出家人来讲是这个违缘很大的。那么我们平时呢就是大家这个应该看一看，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这个相续是不是被恶人这个转化。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你最好呢就是远离这个恶友就是远离一切散乱，好好的文思修行。如果实在就是不能就是离开散乱的话呢，那依靠一些这个上师就是好的道友，就是跟他一起散乱，跟他一起散乱的话呢，没有过几天你就慢慢就是转入文思修行的境界了就实在是你就像那个到别的地方去就跟一些道友聊天的话呢，那就不要找这些坏人，就是不要找天天的是就是不喜欢文思修行的人，你应该就是找一些法师辅导员好的人，就是跟他一起就是聊一聊，我可不可以今天中午到你哪里来吃一顿饭？你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我太散乱了，这几天实在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然后这位道友也是不好意思，就是不得不答应。那好吧，你等一会儿11点钟来吧。
我开始给你炒这个白菜啊。那么这样呢，然后你到了这里以后呢，就是通过他的一些这个生活啊，他的一些这个修行的状况呢，就是一定会转变的。真的，我都这个经常看这个人是跟谁去啊？这个人呢跟这个坏人一起的话呢，那个人肯定不久几天就坏了，变坏了。就是通过那个他的这个经常交往的这个朋友呢，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因为这个恶人呢，就是经常希望跟恶人这个一起啊。现在实践当中的盗贼呢，就是跟他一起；一般那个搞生意的人呢，就是跟他有一共同的这个话。所以我们这个修行文思修行，就喜欢文思修行的人呢，就经常跟他一起。前一段时间的是我在这个昆明的时候呢，有通过其他的这个因缘吧，我都很想回来之后呢，我马上也想讲一下那个《如意宝藏论》里面所讲的那个这个一至三知识和远离恶友，就是专门有良品，就是我想一定要想讲。但回到这里以后呢，不要说《如意宝藏论》，就是《仙观传论》都是最近没有讲成，就是所以真的那个悟光尊者呢，就是在这方面也是教言比较多。大圆满心性修行里面呢也有讲了一部分，就讲的不是很广的。其实这个修行呢，真的这个作为凡夫人来讲，就是这个环境就是还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所以在《宝积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当以说法三知识，恒是莫以是什么这个恒是切莫以恶友，就是千万呢，就是不要这个抑制这些恶友，就是抑制恶友的话呢，那你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一定会是变坏的，就这是没有什么说的。所以你自己呢，如果想救护自己呢，就是想那个帮助自己的话呢，那你看看你所交往的这些人呢，是不是天天的是诽谤别人啊？就说一些这个无聊的，整天的是就搞一些这个无有意义的事的话呢，你逐渐就是离开他啊。如果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喜欢文思修行，特别对这个上师三宝有这个信心啊，各方面的这个修行很精进的话呢，那你与他这个交往接触呢，一定会是你的这个修行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大家在这方面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记得《涅槃经》当中也有这个比喻，比如说这个人们呢特别就害怕狂想，但狂想呢就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最多呢就是坏你的这个身体而已。但最可怕的就是恶知识和恶友。恶友呢不仅是这个坏你的这个清净的心，就是还要坏你的这个善根啊。我们辛辛苦苦的就是造了一些这个善根啊，相续当中有一点慈悲菩提心的话呢，千万不要被这些恶人这个坏，不然这个特别的这个遗憾啊，就很可惜的。因此大家就经常就交往的这个朋友呢，就是也好好的看一下。有些人呢口口声声都是诽谤这个他人啊，说一些这个无关紧要的，就对上师三宝方面一点信心没有的话呢，尽量的就是与他这个少接触，就是少接触呢，就也并不是这个坏事一样的，就自己呢这是像原地一样离开。以前噶当派的很多教言当中是有的，好像是那个讲义里面有吧，就是到时你们看一下，就是我到现在很多年没有看里面的一些教言，当时觉得是噶当派的这些教言是非常的殊胜，就是像那个像实体一样离开。有些比喻就是这些恶友的话呢，像那个原地一样就是离开。有些教言里面呢说是像实体离开，就是实体一样这个离开，就是不要这个接近这些恶人啊。这个恶人呢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经常要这个注意。那么下面是第6个，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修道的这个顺缘，就是一至三知识。一至正是灭罪业，功德正如上旋于殊胜上师教至神，更为真爱父子心。那么他这里呢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大乘佛祖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一至上师。但一至上师的时候呢，就是比自己的身体呢，就是更加就是爱着，就是更加呢就是真爱，就是恭敬。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大家都应该是比较这个清楚的啊，就是稍微别人这个接触一下就是不愿意，然后别人呢就是稍微说一点也是不愿意接受。那么每个人就是对自己的身体是特别的这个执着。那我们修行大乘佛法的话呢，一切解脱的根本，一切功德的来源呢，就是这个善知识啊。佛陀在佛经里面也是说了，说是这个诸法依靠三知识，功德胜诸佛所说吧啊，就
佛经当中也是记得引用过，就是因为一切这个善法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依赖于这个善知识，而这种善知识呢，就是一切功德的这个来源，一切功德的这个源泉。这一点是全指这个佛陀所说的，并不是我们世界上的一般的这个人所讲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深信不疑，知道是这个上师是一切功德的这个来源。那么我们依止上师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呢？第一个。就一直这样的具有法相的这个三知识的话呢，那么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呢，就是逐渐会灭尽的啊。就是原来呢你这个业力非常深重的贪嗔痴很厉害的，但是你依止了很多年之后呢，你相续呢就是逐渐会转变的。然后你的这个功德呢，就像是从初一到这个15之间的商旋月一样的你一天不一定能发觉的，但是你依止了很多年之后呢就完全就是明白你的这个身心当中呢就出现。就是许多的这个功德，就像我们功德藏里面就是用那个什么这个马拉雅的这个树就是来这个比喻一样的就是你一般的这个树木呢，就是放到这个马拉雅的檀香林的话呢，那就是过一段时间呢，就有这个发出这个芬香的这种味道。同样的道理，你一般的非常这个业力深重的，像那个屠夫妓女就是特别可怕的一些人，也是你依止这个善知识之后多年之后，最后呢，你的这个身心当中呢，就是出现许多我们这个无法想象的一些这个功德。所以呢，这样的这个三知识呢，我们应该就是以这个就是最殊胜的、最清净的恭敬心来这个依止就是以这个3种欢喜心来就是依止这个上师。当然，依止这个上师的方法呢，就是非常多的。但一般来讲呢，就像我们《毗拉耶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刚这个出家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依止这个上师。这种这个上师呢，不能离开的。就经常呢，就是在这个上师身边，就是最少也是就是待10年呢。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今天上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剃度我想把你当作是依止师，可不可以？根本上师的我不愿意，但是呢，我把你当依止师，我的朋友一样的当依止师，可不可以那上师也是侧背摄受，就是可以，你可以把我看着这个依止上师，明天就开始跑了，就无踪无影了，就是我的弟子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方向呢，就是名片也没有留。是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当中，真的是很多这个人依止上师的这种方法呢，就是也是不对的，而且依止的这个恭敬心也是没有。有些人是完全是依靠一种意识而已的，没有这个恭敬心。没有恭敬心的话，很多的这个成就呢，也不一定让这个显现的。以前亲自有些都记得这个传记当中呢，就是也是有一天呢，就是尊者就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道友一起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就是他只是虚空当中，就是然后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首郎讲错吧，就是有一个就是道友呢，就是直接呢就是前往这个红色通山，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刹土。那么大家呢就是觉得是非常的这个稀有。当时尊者呢就是说是这个首郎讲错呢，就是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今天呢，他自己前往清净刹土呢，就来自于完全都是来自于他对这个上师的这个恭敬心这是这个恭敬心。所以我们对上师的如果这个恭敬心没有的话呢，真的是这个有些成就呢，就是也很难得。所以平时一直。不管是哪一位上师只要是具有法相的这些上师的话呢，那么就是说话也好，行为也好，一定要有一种恭敬心。就是现在很多人真的没有这个恭敬心，就是这也是对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成就的一种这个障碍，对这个上师的这个很多方面呢，就是这个恭敬心很重要。如果把这个上师呢，就是看作佛陀一般的话呢，真的是自相续呢，就是也会转变的。以前那个喜马拉雅大成就者的故事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记得有一个。好像那个都州第40这个活佛吧，就是他在12岁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他的这个上师呢，就是把酒呢就是灌在这个拖把当中，就是让他喝。当时呢，他觉得是这个有点就是不愿意，就是反抗的这个情绪，因为就是违背这个戒律就是违背这个寺院的这种这种清规，就是不合理。但是最后呢，就是他就
像就是上师呢就是佛陀一样的，就是应该只是依佛陀的命令无二无别，就是最后这个喝下去了。喝下去了之后呢，就他就完全的已经这个身心就转变，就是获得开悟，就获得开悟。然后他的道歌当中的是也是说了，就是以这个上师的一品这个什么这个一波美酒啊，就是美酒呢，就是将自己的这个内外上下的所有的这个身心转变，已经获得了大圆满精髓的最高这个境界，就是有一些这个道歌的这种寄送啊，就是有一些道歌的寄送。虽然从我们别解脱界的这个目光来看的话，那当然这个喝酒出烟呢，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不能做的。但是真正的一些大成就者，以前具有发现的这些上师的话呢，他所作所为依教奉行呢，就是也有这个成就的这种机会。只不过现在呢，就是有个别的人呢，就是也是效仿这些人，自己啊就根本没有就是善知识的这种发现，但是呢，就自己装着这个善知识，然后穿着这个老虎的这个皮啊，就是在外面就是乱搞，就是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自己没有这种善知识的这种发现的话，那就是千万也不能就是命令就是让弟子呢就是做一些非法的这个行为，否则的话呢，真的是对这个佛教的是有很大的这个损害。就前一段时间那个。在这个康定就是开了一个什么藏传佛教五大教派这个高僧大的这个论坛佛教论坛会，就是当时里面上面呢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僧大的就是五大教派都有，但是当时这个开4天的那个这个会议和讨论当中的话呢，就是着重的就是大家都就是共同这个就认为呢，就是现在那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活佛呢，就是太多了，就是让对佛教的这个损害很大就是萨迦派也这样认为的，噶举派也这样认为的，还有那个尼玛派和给鲁派党都这样这个认为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现在就是汉地、藏地啊，就是很多地方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人定活佛呢，就是一点都是不规范的，母亲也可以认，朋友也可以认，上师也可以认，自己也可以认，就是尤其是最可怕的就是自己人自己，就是那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现在是比比皆是的。当时他们有一个人就是闹笑话，就是说是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一个上师啊，就是那个上师的话呢，就是他就谁的话都相信，就大个卦就什么的是可以，很容易被骗的。但表面上看起来很慈悲的，结果他的寺院里面大概有200多个僧人，然后200多个僧人当中的话呢，就是100多个都是活佛，就是都是这个活佛。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也是专门调查过、问过，就是，但是这个上师呢，有些亲友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儿子呢，就是好像是有点有点功德，就是了不起，就是他可能是个活佛呢，你打个卦就是应该是活佛，让他打个卦啊，是应该是啊，然后别人说我做了一个号码，就是那这个是可能是活佛吧？你看一看啊，应该是，就是结果呢，就是寺院的这个活佛呢，已经超过了这个其他这个僧人的数目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真的是变成活佛的世界。那么这样之后呢，就是真的是现在那个，尤其是在汉地啊，汉地呢现在特别的这种信这个活佛，这就是我们80年代的时候的这个藏地一样的。8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藏地呢，有一个活佛呢，就是他自己也说了，我非常惭愧，我是个活佛，但是呢，活佛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对佛教有一定的危害。就是在我们德国的话，那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一来了这个活佛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崇拜的不得了，就是什么摩地呢。关帝呢，就是求加持啊，就是等等，就是，但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现在呢，就听到一个活佛的时候呢，就是德国基本上都是没有人来去看，就是更何况说是求关帝和这个加持啊，基本上都是没有的。但我想呢，就是现在汉地呢，就像是当年这个趁这个藏地80年代的时候一样，一听说是来了活佛的时候呢，就大家呢就开始这个蜂拥就祭上，但结果呢，就是有些这个活佛呢，真的是这个从小都是也在寺院上没有什么这个属佛教的这个教育，我都这样认为的。如果他不是活佛，也是真正对佛教的理论是比较精通的，然后心里面有大慈大悲心，把佛教的教义可以传给这些世间的人们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反而呢就是依靠这个名义来就是坏，就是很多这个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极其可怕的。当然这方面的这个公案呢就是非常的多的，就是但我们希望呢就是以后啊医治这个上师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先就是好好的这个观察，没有观察的话呢，现在很多汉地呢就是没有这个闻思修行，没有闻思修行的人的这个头脑呢，就是很容易被骗。
啊，就说实话这样的，因为他的信心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呢就有很多这个神秘感呢，就是马上就是转变了啊，他可以飞啊，他可以这个游泳啊那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就马上啊那很了不起，我一定要皈依他等等，那这都是不一定是非常了不起，就是开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呢，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这个有一种稍微这个奇特，但有些活佛呢没有什么的，只不过是一个介绍性，就是所以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所有的活佛，就是当然这个佛教历史上看呢，有些这个活佛呢对这个佛教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但是这是这个古代的这种认定的这种制度呢，就是也是非常的这个严格，而且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对佛教是负责任的啊，就是他是不管怎么样，他没有一定的这个真相呢，他不会就是随随便便乱认的。那现在呢就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些上师呢也确实是就是对这个佛教不负责任，你随随便便就是一个坏人啊，就是加上一个非常了不起高僧大德的这种名号的话呢，那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怎么样也是以名成了，没办法这个转变的。最后呢，就是他自己的这种本质呢，就是会暴露无遗。在那个时候呢，对佛教就是有没有这个损害，大家也应该就值得三思。所以，我们一至三知识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就是也不要就是说是啊，这是上师啊，上师所说的是不管是什么搞坏事的事，我一定要结束啊。上师抽烟喝酒啊，上师做这个不敬心，上师干什么的话呢，我就是规规矩矩的，就是在上师面前就是听从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就是以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去行持。如果是他是真正的大成就者的话，在佛教历史上也是极少数的有这种这个成就者是有的，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呢，就是很困难的，因此大家应该以别解脱为主，应该以如理如法的这个行持善法呢，就是对自己也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么对佛教呢，就是也不会有损害。下面就是一个颂词，就是讲那个第七个啊，就是第七个，也就是说这个入佛门就是这个皈依，即上复于能会曰，世间天生能救世，故知俗生无其处，皈依三宝佛子心。那么世间的这些天神的话呢，他自己也是困缚在轮回的监狱当中，业和烦恼的这个镣铐呢，就是已经紧紧的就是困着自己啊，所以呢。世间的这些天神啊、地神啊、水神啊，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护法神啊，那这些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这个了不起。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护法神啊，所谓的这个护法神呢，当然是有智慧护法神和世间护法神。这里呢，主要是指的是这个世间护法神。那么世间护法神呢，暂时对你有一些帮助啊，比如说像那个东北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仙啊，就是什么天仙、东仙，就是各种这个说法。那么这些呢，暂时可能对你的这个发财也好，对你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事业啊，就是也有一些可能这个方便，就是方便的。有些呢把它当做是个神，有些呢把它当做这个护法神，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就实际上世间的这些天神呢，暂时对你有一些帮助，但暂时对你有一些帮助呢，你千万不能把它当做是最究竟的皈依处，你不能这个皈依这些世间的一些邪魔外道，或者是一些天神，或者说是其他这个宗教的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教主啊，就这些是不太合理的。现在世界上的有一些这个统计啊，就世界当中呢有2000多个这个宗教，就是2000多个宗教的话呢。各个都拜的就是不同的一些天神呐，有些是拜的这个边如天呐，或者说是一些大自在天呐，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有的。但实际上呢，真正这个唯一的我们这个不错乱的皈依处就是三宝啊，就是这个三宝。所以你知道是这些这个可怜的这些这个世间天神的话呢，他们自己也是沉溺在轮回当中，自己也是没有这个解脱轮回啊。你皈依他的话呢，那不可能的。你什么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呢？就是然后你要这个像那个监狱里面的这种犯人图像的话，那就是他能不能就是让你这个释放，让你解脱啊？就是他自己的是犯人，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呢。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要皈依的话呢，就是不要皈依这些啊。就现在世界上很多都是皈依这些，这是不合理的。一定要皈依三宝啊！就皈依三宝呢，就是佛宝、法宝、僧宝，这就是世间的这个唯一的功德圆满的。让我们无量的这个众生从轮回的苦海当中呢，可以救拔出来的，具有能力、具有背信、具有智慧的如是这个圣尊啊。那么这样的这个佛陀呢，所宣说的这个法也是完全是这个可以皈依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法修持的圣宗，以及这个像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等
上大乘圣者呢，这就是所谓的三宝。在三宝面前呢，我们要这个谦行这个皈依，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子心。所以我们皈依这个三宝呢，就是真的是功德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就是佛陀在佛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何人皈依佛，不堕入恶趣啊，就是佛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的。我们寄生当中皈依了这个三宝的话呢，那以前造的恶业再严重，也是不会堕入恶趣的。佛陀在那个应该涅槃经吧，就是涅槃经里面也是说了，皈依三宝者殊得佛果位啊，就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皈依三宝的话呢，在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果位。所以呢，就是大家这个自己有机会的话呢，就是帮别人啊，就是也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让别人这个皈依，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实在是就是帮别人就是皈依啊，就别人不肯的话，那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动物啊，或者是一些旁生这个二边呢，就是做这个皈依，这也是可以的。汉地的那个本老和尚啊，就是他呢也讲过这样一个公案，就是是哪一个经典里面是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确实他讲过这个公案，说是以前这个佛陀呢，就是在世的时候，佛陀当时带一群那个这个出家人，就是到这个村里面去化缘，但结果呢，就是这个村呢。就是全部门关着的，就是没有化大愿。没有化大愿之后呢，就是佛陀将这些弟子呢，就是集聚在另一个就是另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就是他观这个因缘，观因缘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目犍连呢，就对这个村落呢，就是有这个因缘，让他去化缘。让他去化缘的时候，目犍连一进入这个村落，那个时候呢，就是家家户户都门开着，而且他们呢，就是高高兴兴的，就是向他这个供养。当时他呢，就是也得到了好多的这个食品呐，就是不是好多的钱呐，1毛钱呐，2毛钱呐。让他当时就是得到好多的这种就是贡品。那么很多弟子呢，就是有点这个怀疑，就是为什么是圆满功德的这个佛陀呢？就是今天没有这个化大愿，就是钵都是空的这个回来了，而这个小乘阿罗汉目犍连呢，就是今天就是搞得那么成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有点这个怀疑，就是然后呢，就是问了这个佛陀，佛陀说是这是这个有原因的，就是有因缘的，因为目犍连呢有这个因缘，他就讲述了这个因缘。5年级以前呢，就是有一个农夫啊，就是这个农夫呢，就看菜卖，就是最后他到这个山里面去看菜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棵这个树上面呢，就是有这个就是那个窝，就是那个黄蜂的这个窝，然后这个黄蜂呢居住在上面，他要看这个菜的时候呢，就上面的这些就是黄蜂呢，就是全部飞了，但飞的时候呢，就是他给他们就是念这个皈依，就是当时这个农夫是一个佛教徒，就是他给他们念皈依，念皈依之后呢，因为当时听到这个皈依的这个佛号的原因呢，后来就是他们这个转为这个人身了。然后当时的这位罗红呢，就是现在的目犍连。那么当时的这一群这个黄红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村落里面的这些人们。所以以前呢，就是对他们做过皈依精神的，那就是他们就是欢喜这个供养目犍连的原因呢，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就是有时候实在是找不到这个皈依的弟子啊，就是有些人这个会去一趟，就是特别的这种有一种失落感，就是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是说了很多，让他皈依，他不但不皈依，反而就是狠狠的骂一顿，就是然后给自己的家人呢，就是想皈依，就是结果不但不皈依，就是反而呢，就是对你这个很不高兴，就是弄得很不好的，就是最后回来的时候都是我这次出去一趟只是很不成功，如果实在是出去不成功的话，你到蚂蚁窝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餐厅啊、渔场啊，就是那里面去，就是专门跟他们念那个皈依，就是念佛号，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以后就是你就变成像这目犍连一样。真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些这个皈依的话，那就是这个皈依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今生当中，就是遇到这个佛法，大家有皈依的机会呢，真的是非常荣幸的。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所有的皈依当中呢，真的不会起火的唯一的就是这个三宝啊，就是这个三宝呢，就是永远也不会起火你的，永远也不会错的。别人都会说的啊，你现在已经皈依了，是不是你皈依佛了？你搞错了。
了，就是你不应该皈依，就是别人世间人啊，就有这个邪知邪见的人呢，就是觉得是我们皈依啊，我们出家是不合理的，就是对他的一些邪在面前呢，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不管别人想什么做什么，实际上以我们这个真理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皈依者的这个功德和皈依者的这种利益呢，无法就描述的。所以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升起欢喜心。以后呢，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当中啊，如果你方便的话，那就是尽量的这个弘扬佛法。现在我们外面这个学习一些这个如心论为主的一些道友的话呢，有些人是很能干的，真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就召集了很多道友，就是很多不信佛教的人呢，让他这个信佛教。我们倒不是什么好像我们这个团体越来越这个增多的话呢，就是欢喜心，不是这样的。但确实是这个皈依佛法呢，是一个妙药，这么好的妙药呢，就是让很多世间当中的可怜的这些病人啊，让他们获得的话多么好啊！他们在轮回当中是如实的痛苦，如实挣扎。那他们获得了这样的甘露妙药的话呢，在他的这个身心的这种快乐，就是无法这个形容的。因此呢，我们从内心当中非常希望这个芸芸众生呢，都有这个皈依的这种机会，都有这个皈依的因缘，最终呢，都去入这个真正的这个佛道。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thogaya tonne de jana pase 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holen dra dra sha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